上大学以后啊，我的生活可丰富了，有好多好玩的事。其中，练习打羽毛球让我特别开心。最开始，我在学校的体育馆看到别的同学打羽毛球，哇，他们拿着球拍，跳得轻轻的。白色的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样。我看着可羡慕了，心里就想，我也要学打羽毛球，像他们一样厉害。然后呢，我就叫上我的舍友，我俩一块拿着新买的羽毛球拍，开心地跑到操场。可是，一到操场，问题就来了。发球的时候，我拿着球拍，手攥得紧紧的，另一只手把球使劲往天上一扔。本想着能把球打出去，漂亮的发个球。结果呢，不是球扔得歪歪扭扭的，就是我拿拍子挥得太早或者太晚。球啪嗒一声，重重地掉在地上，还扬起一些土。我舍友那边跟我差不多，我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点发愁。不过，我俩眼睛里都还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这时候，我们看到不远处有几个打得特别好的学长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走过去，小声跟学长说：“学长，能教教我们发球不？”学长们人特别好，马上就答应了。有个学长拿起球拍，慢慢地给我们示范。他说：“别紧张，胳膊放松些，把球轻轻往上送，送到头顶这儿就行。眼睛要一直看着球。等球往下落一点的时候，再拿拍子朝着球网轻轻推出去。”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学长示范，把每个动作都记在心里。回到操场，我就一遍一遍地照着做。嘿，没想到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成功发出去一个球。虽然球飞得晃晃悠悠的，也没多远，可我高兴坏了，一下子跳起来。我舍友也在旁边拍手叫好。学会发球了，接球又成了难题。舍友把球打过来，我看着球慢悠悠的，可我就是接不住。球老是从我拍子旁边，嗖地飞过去。我跑来跑去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还气喘吁吁的，心里急得不行。舍友看我着急，就安慰我说：“别慌，咱们慢慢找感觉。”我静下心，仔细瞧舍友打球的动作，发现他拿拍子拿得很稳，
手臂挥的时候，动作很顺。还有，他的脚会跟着球动，不是站在那不动。我就照着舍友的样子，调整自己的姿势，眼睛紧紧盯着球。哎呀，终于，我接到第一个球啦！那一刻，我心里满满的成就感，感觉自己像完成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大事。为了打得更好，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羽毛球社团。社团里每周都有专业老师教我们，老师教了好多有用的东西，比如说怎么拿拍子更省力，打球的时候身体要怎么转动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打球方法，像高远球、平抽球。老师讲高远球的时候说，高远球要打得又高又远，把对手引到后场去，这样咱们就能占主动。打高远球的时候，手臂要伸直，手腕用力，朝着高空使劲打。我就按照老师说的，反复练习。每次练完，胳膊酸痛酸痛的。可是看着球在空中飞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远，我心里特别自豪，觉得累也值了。社团还经常组织内部比赛。一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站在场上，两条腿直发软，手心全是汗，拿拍子都拿不稳。看着对面的对手，心里砰砰直跳，紧张的不行。可比赛哨声一响，我把注意力都放在球上。神奇的是，紧张感慢慢就没了。有一回比赛打得特别激烈，比分一会儿你高，一会儿我高，咬得可紧了。我有一阵儿落后了，心里慌慌的，觉得这下坏了，要输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场边我的舍友们大声喊：加油，别放弃！这声音就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稳住自己，回想老师教的技巧，一分一分的拼。最后，我居然反败为胜啦！那一刻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喜悦就像洪水决堤一样，把我淹没了。在大学练羽毛球的这些日子，我认识了好多跟我一样喜欢羽毛球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在球场上使劲打球，出好多汗。要是打出一个特别漂亮的球，我们就高兴地欢呼。要是输了球，我们也会有点难过。羽毛球啊，已经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。它让我身体更强壮，也让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让我懂得了坚持。
知道做事情不能轻易放弃。我知道，以后的日子里，羽毛球还会一直陪着我，看着我成长。我也会在球场上一直努力，去追求属于我的精彩。